今天是2025年4月8号，欢迎来到北邮老吴的直播。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只有半个小时。有位赵朋友已经进入直播间了，他说先分析一下这个标普。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大盘指数。标普现在看的是日线。那么最近的这个各种消息满天飞呀，那么市场的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在这种波动非常大的时候，其实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不动。但是不动的话，可能很多人也控制不了。但是你要动的话，你就找依据，毕竟我们进场是有依据的，有顶底分型，有结构，对吧？那么现在这个日线上，从这个6147跌到这个最低点4835，只是一个三段。我们之前也分析过这个扩展器，看这个比例，之前它是跌破了这个等比例5144。那么昨天一个大反弹，那么昨天这个反弹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一个假消息的原因，市场反弹了7%。也能想象这个市场是极度紧张的。那么大家都已经被可能是这段下来，因为它跌得非常急，对吧？好多人都出不来的。那么一旦有一个什么消息出来了，立刻就引爆了这个市场的情绪。但是现在又回到了5144之上，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现在还看它，而且今天也出现了底分型了，那么就看这个底分型能不能成为一个固定的底分型，形成反弹一笔。如果说能够反弹一笔的话，还要看能不能够碰到5504。碰不到5504的话，还只是一个四浪反弹，还有第五浪。就这是说，如果说能够形成一个固定底分型反弹一笔的话，如果说这个底分型还要被打掉，那也就是3没结束，3的一个延续，对吧？3延续的话，那就更没有背驰了。如果说打掉这个4835的话，那么这个没有背驰，它的延续那就不知道到哪儿了，可能要再弹一下，那这个位置就更深了。其实啊，它这个昨天这个大反弹也是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就是周线上。我们看一眼周线，为什么昨天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大的反弹呢？昨天是在120周吧。昨天是120周均线在这里，看到没有？120周均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中期的一个大的这个支撑线。那么昨天是刚好开在了120周附近，然后一个向下的一个空头陷阱，然后快速回拉。现在是站上了120周均线，你看到没有？现在是在120周均线之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那么120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根均线。那么现在就看这个5786跌到现在这个4835，看一下它的内部。它的内部我们把其他的线给它清掉。内部我们之前分析过，是一个三浪，1、2、3。那么昨天是一个大反弹，是一个4的反弹，现在反弹也够比了。我们先测一下它反弹的这个空间，刚好是顶到了 0.5， 看到没有？刚好是顶到 0.5。如果说你有这个工具的话，你可以挂单挂在5265。那么它高点在哪里？目前的高点5267，你挂在5265，刚好能卖在这个尖上，对不对？刚好是一个4的反弹。那么现在这个顶分型也出现了，现在就看这个4反弹之后有没有5，甚至是再次跌破4835都可以，怎么选都可以，对吧？你会发现这个交易这个东西交易来交易去的，市场怎么选都是对的，你只需要应对就好了。那么在这个位置你有没有尝试？因为它这个位置之所以可以尝试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内部2个中枢。当时你如果说盯盘的话，它刚好是2个中枢，然后开在中枢之下，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一个位置。但是就是控制仓位，对吧？你进不进是一回事，你仓位用多少是一回事。所以说看到有尝试可以尝试的位置，可以尝试的，这没有问题啊。你如果说能交易这个周期的话，最关键还是你的一个周期选择。
现在要判断的就是这个4浪反弹有没有结束，这个1、2、3、4有没有结束，对吧？它可以再往上冲一冲啊，5366，对不对？还是碰不到前面这个5500，还要下来。所以说呀，你能盯盘的话，那你就盯一盯；不能盯的话，你就挂单，或者说出现顶底分型的时候交易，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用顶底分型，你比你什么操作系统都没有的强，你起码有一套可以依据的系统，不用猜。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一点那个技术分析的原因。那么现在就是看它4结没结束，结束的话就回来5，还是说打掉低点？打不掉这个低点的话就是2买，打掉低点的话就是一个1、2、3、4、5浪了。那等5浪之后再看。现在这个标普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但现在整体的话，还是只是看这个弱势反弹。现在只是看一个弱势反弹。毕竟现在这个 MACD 已经走得非常非常恶劣了，应该说恶劣。现在基本上就是看这个反向这一段怎么演变，它出现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变盘呢？就是这笔反弹上去了，然后一个弱的这个回踩，也不能跌破前面这笔是非常关键的，这笔一定要不被持。3如果能不被持的话，那就变盘了。这里就可以是断开了，那么就走向上的一笔走势了。至于是一个3笔的，还是一个5笔的，还是一个带中枢的，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说呀，必须有一个强弱变化。现在没有强弱变化，没有强弱变化就不可能变盘，只能当这个短期反弹来看，对吧？所以说，如果说被套的话，有反弹先减一减，到了这个4的反弹了，先减一减。你减了仓位，你才能够这个回落的时候，你才有仓位加呀，对不对？所以说，不能够说啊，我这个涨上去了不减，到了位置了我不减仓，然后就贪心嘛，然后回来的话我就猛加。那它要跌破这个的话，那你就越加越多了，你的仓位是有问题的，仓位管理是有问题的。这是这个标普，我们看一下，李朋友问 Palantir，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哇，它这个结构我们之前这个画的比较多，我们把这个都清一清。Palantir的话，最近这个 98.17 跌到这个昨天这个最低点，也够比了 66.12， 对吧？那么周线上肯定是回撤够一笔了，这回。之前我们一直分析Palantir的时候，这个回撤是不够比的。周线上终于回撤够一笔了，我们把这个周线上这一笔给它画出来。那么周线上回撤够一笔之后，它针对下面这个中枢啊，因为它的起涨点是在这里 20.33， 这个 20.33 呢没回到这个周线的中枢里面来，这个 20.33 是这个周线中枢的300，它是一个1、2、3、4，现在周线上是一个4的回撤，周线上是一个第4浪回撤，晓得吧？所以说这个你要知道你交易的是哪一段，那么我们把周线上给它标的价格给它清晰一下。那么现在周线上有希望，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这里 20.33， 我测一下这个第4浪回撤的时候它的这个空间，基本上就是踩到了 0.5 和 0.018 之间的这么一个位置，现在弹回来了，对吧？也不算太弱，也没有这个，并没有破坏 0.018， 跌破 0.018 是最弱的。那我们看一下这周线上这一笔，那么在日线上的话是3笔，很清晰的3段。然后3现在是明显弱，对吧？然后你去看它的 MACD 的话，也是这个柱子面积比前面弱很多，然后价格却比前面这个低点低，说明被持了，对吧？这是典型的被持。那么这个位置，看它今天这个小缺口收盘之前这个缺口补不补？今天有一个小的跳空缺口，这个跳空缺口最好不要补上，如果补上的话就偏弱。那么如果说能够不补缺口的话，那么现在又出现底分型了，然后这也有3段又被持了，这个位置是可以进一点的，对吧？先进一点仓位。你现在这个位置不进，那可能涨到这个 98.17 的时候，你才想往里追。所以这个位置可以收盘之前进，一般这个收盘前半个小时吧，
收盘前半个小时，如果说不能够把这个缺口补上的话，就偏强，可以把这个位置进一点。这样的话，看能不能够拿到 98.17 先。拿到这里，如果说能够强势突破 98.17，可以多拿一拿，对吧？这样的话，就可能你有希望它直接一个快速往上拉，直接突破前面的高点，也有可能的。这谁都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怎么走，它怎么走都可以，但是前提是你有没有在该买的地方买，该卖的地方卖。这就是我们需要这个修炼的，或者我们需要练习的。针对这个帕恩提尔就讲到这里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要分析的，我们可以继续分析。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看一眼这个 VIX。VIX 的话，昨天是一个都最高冲到了60啊。看到没有？昨天最高冲到了60，现在的话，还没有进入一个安全区，这个 VIX 还没有进入一个安全区，而且这个还是从零轴起来的，这个MACD 从零轴起来非常的凶狠，跟前面的我们之前是比较过多次的这段，就是这段和这段，都是典型的从零轴出发的，从零轴启动的这种都是杀伤力都非常强的，对吧？你看它后来是什么状况下被打下来的？现在我们比较一下它这个什么状况下下来的。它也是从零轴上起来之后，它其实出现过一次小背驰的。你看它这里是一个上下上3段，它其实是3段，但是针对我们现在这段的话，只有1段，对吧？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回落，但是呢，没有前面的周期长。前面它这个回落明显是5天，看这里，这个回落明显是5天，这个周期非常重要。禅师一直说，为什么说缠论这个比是要五根 K 线呢？因为5根 K 线代表的这个回落代表的是周期啊，周期比这个 K 线。就是这个数量重要，你4根的话就不行，4根就不构成比，必须要5根，它要的是这个时间。所以说前面这里明显是一个5天的一个下跌，那么现在这里是有过回落，但是很短，所以说它这个是次级别的，或者甚至是次级别的一个小的一个震荡，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回落。所以说如果说这个 VIX 如果说能够给它压到30以下吧，能够给它压到30以下的话，基本上股票那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起色。现在目前看这个还没有明显的那个，之所以这个还是这么强势，就是这些机构啊，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体现的是这些机构买这个期权对冲啊，对吧？他们如果说不 cover 他们的期权的话，说明他们还不看好后市，那么这个就下不来。所以如果说不能够打到30以下的话，最好是能够30以下，甚至是直接砸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么股票那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起伏，会有一些上涨，对吧？现在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做多股票的话，就偏谨慎，就是反弹的话先减，有能力你这个低买高卖也可以，没有能力的话你就先减仓。这是针对这个 VIX， 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啊。因为时间并不多，还有15分钟，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说一个英伟达。那么英伟达的话也是，你发现最近这个英伟达的反弹还是挺强的，就是毕竟嘛，在这种这个势头不好的，就是整体大盘环境不好的时候，大家肯定是买这种这个基本面没有太大问题，然后又是这种大白马的股票，对吧？你这种东西你买了，你放个3、5年你也不害怕呀，就跟存钱似的。然后它也有分红，虽然说分的并不多，但问题是你买这个，在这种市场这么不稳定的时候，你不可能买那些那个基本面不好的呀，肯定都抢这些大白马、大白马、大科技公司。你会发现这次反弹最近几天的时候，七姐妹都涨得非常好，昨天的时候他们表现都非常好，一些小股票没人问津啊。这就是我一直强调跟大家讲，我们缠论，很多人误解缠论只是一个这个技术分析，单
就是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理论，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它是3个维度，基本面、比价关系，然后最后才是技术面，对吧？因为你有基本面和比价关系的这个保证，你即使技术面你判断错了，你只要长期能够忍受这段下跌的话，你长期看的话，它还是上涨的。所以说，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尤其是在这种下跌的时候，你如果说你的基本面好的话，你有信心的话，你反而能拿得住。你很多一些小票你根本拿不住。那么针对这个英伟达，它现在周线上的话是还不够这个，把这个时间给它换一下。周线上是回落，现在已经打不掉了前面这个小低点，对吧？现在周线上可以构成一个中枢了。但是呢，从153下来这段的话，现在还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因为这个底分型还没有出现，周线的底分型还没有出现。我们再看一下日线，日线的结构现在相对的话还可以，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一个反弹，一个3脉，然后3脉之后下来。那么之前我们也测过这3段，也是之前也跌破了等比例，但是也是拉回来了，对吧？没到等比例哦，这个跟那个指数不一样，所以说它这个反弹强呢，因为它这段背驰了呀，它这段背驰了，你看跟这2个 MACD 比较，这3段明显是背驰了，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背驰，柱子的面积，然后快慢线的那个位置，再加上价格，所以说之所以它这个弹的比较强，是因为它背驰了。那么现在日线上也出现了底分型了，也跟刚才指数一样。就看它这段反弹能到什么位置，看能不能够强一点。那这样的话可以做一个第2个中枢，做第2个中枢之后，看它再回来一次，可以给个2买的上去，甚至是再次打不掉 80.62 也可以，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做这笔反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122下来这段的这个内部，看一下能不能够形成底分型之后反弹一笔，那就需要看它的内部结构了。那么内部的话，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现在是构成第2个中枢了，看到没有？现在在1小时上已经构成了第2个中枢了。这是潜在的这个中枢的1小时的位置，先给它画在这里。为什么说不能够固定下来呢？因为这笔你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啊，它可以继续往上冲到120小时均线、200小时均线也可以，还是构成中枢。如果说这一笔直接杀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呢，那就变了，那就变成了日线上的一笔下，然后这是日线上的一笔上。因为针对这个中枢的3脉已经出现了，在这儿呢3脉，所以说如果说你这笔如果说拉回来的话，那这个中枢就级别就变大了，就不是这个1小时周期的一个震荡了，它就变成它的上一个周期的一个震荡，所以这是有区别的。那么现在就看它这笔的这个能冲到哪里。但是目前看的话，力度开始有点衰竭了，但是这个张口还不错，看能不能够冲到0轴这里，1小时能冲到0轴的话，就有希望冲到120小时。但是目前看的话，次级别或者次次级别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所以说就看它后面的动能，强的话能冲到这里，可能到这个前面这个高点吧，110附近。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给一个2买，然后再做。这就是针对这个英伟达。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其他朋友提问的这个艾米朋友问这个英特尔和 Meta， 我们先说一下 Meta 的话，你之前应该也是你问的吧？那么从700附近，你是不是在700附近想抄底？然后现在英伟达Meta 也是3段，对吧？从最高点下来740下来的话也是3段，明显3的话也背驰。明显是 MACD 也背驰，我们可以测一下这个空间，等比例是在467，它没到这个467就开始出现反弹，说明这段背驰了。一样的，看一下这个最后这段的内部，结构都差不多，你会发现没有？跟其他的跟刚才我们分析的英伟达结构一样，差不多呀，类似。这里是3段。然后也是一个4的反弹，它就没有英伟达强，你看到没有？英伟达是已经碰到了前面这个低点了，英伟达这个低点已经碰到了，现在这个 Meta 的话还没有碰到前面的低点，对吧？
明显是偏弱，没有英伟达那么的那个强势，但是整体表达还可以，看它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如果说直接先给一笔回落的话，就是一个1、2、3、4、5，你可以做这个2买，然后看它能不能够强势出去不被持。如果说给2买了，但是反弹很弱，那就意味着这里要做一个中枢。做完中枢之后，看它是往上选还是往下选，对吧？现在它的这个稍微是偏弱的，那么就看这个日线上这个点分型能不能够扛得住。如果说481.9能扛得住的话，那么就有希望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走反向也可以，对吧？所以你现在的策略就是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减仓，这下面有加，然后这里有减，然后等2买出现。2买的话可以是打掉前面的低点，那就会出现一个1、2、3、4、5第5段，这就是打掉前面的低点。不打掉前面的低点的话，就是2买，可以看它是不是有一笔反弹，是弱反还是强反，对吧？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节奏，你就按照这个节奏来做就好了。然后再看他问的英特尔，英特尔的话，前面好像是之前也是英特尔基本上受到这个小道消息影响的特别厉害。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低点有没有被打掉，18.56打掉了前面这个18.73的低点，那就是周线上可能出现了一些变化。那这周线上回落够笔了，从27.55回落这里是够一笔了。那么现在周线上有一个大的，从这个起涨点18.52，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是一个3段，其实它这里构成了一个中枢啊。然后18.52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防守位，这里不能被跌破，或者说不被持的跌破。那可以浅浅的，比如说稍微跌破18.52，把那些止损的人打出来，然后快速回拉，做一个传统理论他们叫破底翻的这种模式也可以，对吧？所以说18.52要盯着它，18.52不能够被快速跌破，或者说不能够被非常大的那种简单节奏跌破。只要不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它就会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能不能出去，然后可以再回来再出去，对吧？这个逃逸的速度必须够强，但是它这个是一个周线的中枢，那吸引力还是比较大的。你逃逸速度不够强的话，都会被拉回来。哎，这次可能是这个逃逸速度非常强了，哎，拉不回来了，那就是300，可以再继续上，对吧？所以说就是现在27.55跌到现在这个最低点18.5，看一下这个内部日线上3段，27.55到这个18.56刚好是3段，对吧？我们可以把日线上那个中枢给它删掉，因为现在我们是利用周线上这个结构来分析日线上的这3段有点等比例的位置，意思，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是不是一个等比例，刚好在这个等比例啊，没到等比例，等比例在是18.15的话，它跌到18.15，跟前面这个比例是相同的。那么这个位置，现在吧没有明显的被持，柱子的话，柱子面积虽然说比前面的这个稍微短一点，但是没有明显被持，而且这个 MACD 张口有点大。如果说真的张口张大下去的话，那就可能要跌破18.15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从24.1下来这段啊，没有明显的要止跌的，就这段下来的，它这个要止跌的迹象并不明显，可能还要再往下沉一沉，看看能不能够到18.15这个位置，能够得到更有力度的支撑。它主要这个大家预期的就是看看那个台积电能不能够跟它买它的公司也好，或者说跟它重组也好，现在主要是有这个预期，对吧？所以它这段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这里是一次反弹，我们把这个结构其他的清一下，把这个均线也去掉，这里是反弹过一次，这是不够笔，我们把这个1小时上的这个结构给它画一下，这样我们就清楚它在小周期上在做什么，用来判断这段是不是能结束了，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2个周期嘛，
就是1小时的周期跟日线的周期两个周期结合起来看，它这里是构成过一次中枢，然后就没有再就没有中枢了，对吧？前面是一个1、2、3段，1、2、3下来，然后构成中枢，然后再继续往离开中枢。现在是因为中枢对离开它的段或者说这个想逃离它的段都有吸引力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星球，它的卫星想逃离这个星球，但是啊逃不开，又被吸回来了，对吧？相当于被吸回来了。如果说这个吸不回来的话，就是3脉。你也可以测一下它这个反弹的位置，还没到 0.382， 反弹的很浅，但这个反弹已经够比了呀，这个反弹已经够比了。如果说反弹非常弱，回不去这个中枢的话，还是3脉，那还要再次打掉前面的低点了，对吧？那就可能去 18.15 那个位置了，或18附近。所以说偏弱，它还是相对的偏弱一些。那么你现在不知道你的这个是想进呢，还是说已经被套了，还是怎样？如果说已经被套的话，先不要盲目加，毕竟它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枢里面，对吧？它这个中枢的空间还是挺大的。你看它这个震荡空间，30%左右的一个震荡空间呢，对吧？你这个不能加得太急，所以说要耐心等一等。这个如果说能做1小时的这个短期的操作的话，可以先用1小时的这种。先做一做这个1小时的震荡，毕竟它偏弱，整体的主要就靠有一个大的消息刺激。但是它不是新上来一个 CEO 嘛，一个华人嘛，对吧？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出来。但整体的话，如果说要是为了这个收购，或者说为了这种消息的买它的话，我是不建议买它的，这个没啥意思，对吧？你要不就去买英伟达，或者说买那个 Broadcom。Broadcom 的话，我看最近走的怎么个代码来的 ？Broadcom 还比这个其他的这个芯片的强一些，对吧？所以说我不建议买那个，个人建议吧。我是这个起码比那个英特尔表现的能好一点。还有最后的1分半，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指数现在是个什么状况。现在就是冲高回落，1小时上的话还是没有突破这个开盘之后的这个小高点，对吧？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利用最后的1、2分钟看一下它的内部在干什么，看一下它这个5分钟，然后标普的这个5分钟，下面这是有一个5分钟的中枢。然后现在是这是技术段构成中枢，然后弹出去，现在回来有希望成为一个小3买，看一下弹到哪儿了。现在5分钟已经到这个还反弹还没上去，它有收平的意思，看它能不能够有力量的上去。如果说没有力量上去的话，就是在这里做第2个5分钟中枢。这是第1个5分钟，第2个5分钟可以再打一个小高点，突破这个，这样的话就会结束什么呢？就会结束1小时上的一笔反弹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说这个5267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有力量能够突破上去的话，还能有希望再打掉它。但是最差的就是在这里做一个5分钟中枢，然后再上去，看它市场怎么选吧。但是整体来讲的话，现在这种震荡行情啊，切记什么呢？尤其在这种老有很多缺口、跳空缺口，最忌讳的就是追涨杀跌。你发现，哎呦，一个大的跳空缺口，我一追，你追很容易追在这个最高点，然后啪一下它就下来了，对吧？切记就是追涨杀跌。昨天那个我在盯盘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我就发现很有意思。这个昨天出现那个假消息的时候，那个 fake news 的时候，
它上面是2个中枢下来，这里是2个小中枢下来，然后直接一个低开在这里，对吧？那明显要做多呀，2个中枢了下来了，然后就在这个位置，然后跟前面的这个比较又有背驰，那么这个位置肯定要做，起码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啊。它就是拉回到这个中枢来了。我们看这段，然后拉回到这个中枢以后，哎，刚好是突破了这个小中枢的高点之后，开始这个有这个CNN 还是什么玩意儿求证说这个消息是假的，啪又回来了。虽然说我们看这个图形上好像是就是几根 K 线，但是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好像7%呀，8%，对吧？几分钟时间涨了8%呀，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震荡，恐怖的一个这种，你如果说能抓得住的话，这个快钱赚起来肯定非常爽。但问题是，你抓不住的话，就很容易买在这个尖上，很容易买在这个尖上，然后可能卖在这个下面这个位置，这就是追涨杀跌这个结果。所以说，千万震荡越大的时候，千万不要追涨杀跌，大家耐着心子。能做小周期的话就做，做不了的话你就看大周期，对吧？这样的话，变相的把你的手就捆住了。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